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啊。小米苏7 Ultra 打卡全国赛道第2站株洲赛道的这个圈速跟车载视频都已经出来了。本来呢，这站没邀请我是不打算做这站的内容的，但是因为它的车载视频出来了，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远方的一位故人，168万的仰望 U9 养成系超跑哈。仰望 U9 呢，之前在这个赛道跑出来的圈速是1分46秒9，但是今天呢，苏7 Ultra 跑出来的圈速是1分41秒8，比仰望 U9 呢也没快太多啊，快了5秒1， 5个世界。虽然小米苏7 Ultra 比仰望 U9 快了5秒1，但是它价格比仰望 U9 便宜了一半啊，对吧？这个档次上面还是比不上仰望 U9 的啊，所以呢，我就突发奇想啊，咱们能不能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个仰望 U9 为什么比苏7 Ultra 会慢那么多？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不单单去分析小米苏7 Ultra 的一个车载了，我们把他们俩的车载视频合在一块儿，逐帧的去分析它俩的弯速跟尾速，看看仰望 U9 到底比小米苏7 Ultra 慢在了哪里。双车对比，上面是小米苏7 Ultra， 下面是仰望 U9， 我尽可能把它俩的起点都对齐了。那废话不多说，对比视频立刻开始。苏7 Ultra 在1号弯就直接把仰望 U9 拉爆了，尾速高了仰望 U9 足足29公里每小时，俩车的加速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上。1号弯灿哥甚至还有个失误，线路走得太靠外，导致2号弯出弯没有仰望 U9 线路更好，但是无所谓，出弯之后直线再次把仰望 U9 拉爆。我暂停了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小米苏7 Ultra 在1号弯哪怕有明显失误的情况下，出2号弯都已经走完了整个路肩了，但是下面的仰望 U9 才刚走到路肩的一半，这已经落后一大截了。说实话，两台车的动力表现完全不像是1306匹对阵1548匹，照理来说马力只小了242匹，尾速不可能会差这么多的。我们接着往下看，3号弯前上头的灿哥200米开外就刹车了，尾速达到了惊人的256，而下面的仰望 U9 呢，尾速才228，两台车又差了28公里每小时。我的天，尾速差28公里每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说小米苏7提速相当于 3.0T 6缸机的话，那仰望 U9 这个尾速差距撑死了也就是个 1.5T 3缸机吧。两台车的尾速差距这么大，那么弯速谁会更低呢？先看上图，小米苏7 Ultra 在3号弯的弯速是48公里每小时。再来看下图的仰望 U9， 同样是在3号弯，弯速是54公里每小时。仰望 U9 的弯速居然更高，而且其实在之前的1号弯、2号弯也都是仰望 U9 的弯速更高。这俩车对比到现在越来越有意思了。原本我以为仰望 U9 那么重，弯速必然是更低的，结果表现居然比小米苏7 Ultra 还要高，且高了不少。要知道6公里的弯速差距，这约等于是普通街胎跟半热熔的差距了。低速弯里俩车弯速差距大，那么高速弯呢？前方的4号弯就是一个高速向左的弯道。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图的小米苏7，尾速212，一脚重刹，灿哥开着电门去抵消动能回收，弯速是137。而让我们把帧数往前调一帧，仰望 U9 在这个弯速是136，这个弯理论上来说灿哥甚至是有点贪心，有点小失误的，但是即便如此，弯速依然是比仰望 U9 快的，虽然快的不多。怎么说呢？从开法上来说，这俩车手开的都很猛，高速弯里都很敢把车往弯里丢，也很敢给电门。从结果上来说，小米苏7在高速弯居然比仰望 U9 弯速还要更高一点。具体的分析呢，我留着视频结束再说。那我们接下来接着继续看车载。那因为前面高中低速弯我们基本都分析过了，所以后面的车载我们就不暂停了，直接一遍搂过去就完事儿了。总体上来说，灿哥的跑法走线呢，更喜欢 V 字线路，就是一脚重刹直接切进弯里，牺牲一点点弯速来换取尽可能早开油。而下头的这位仰望 U9 车手呢，走线会比灿哥来的更加科班一点。反正呢，各有各的开法，但是开的都还挺不错的。另外啊，株洲赛道是一条典型的 Stop Go 风格特别明显的赛道，特别吃马力，也特别费刹车，这种赛道就特别适合电车。因此你看啊，苏7 Ultra 在成都赛道大概是跟 TCR 赛车成绩打平，双方差不太多，但是到了株洲赛道直接拉开最顶级的 TCR 赛车1秒多，这就是不同特性的赛道带来的车辆圈速之间的差异。但是仰望 U9 在这个赛道的圈速却完全没有发挥出来它标称马力应该有的实力。正前方苏7 Ultra 即将冲线，而仰望 U9 还没有走完最后一弯，谁也没想到仰望 U9 在直线上会输那么多，而大部分弯道的弯速却又能更高，这个车真的很神奇。那 OK， 车载看完呢，那我们就带着3个问题来进行这个总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仰望 U9 的尾速为什么会落后小米苏7那么多？第二个呢，就是仰望 U9 的弯速为什么又要比小米苏7 Ultra 更高？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小米的苏七 Ultra 为什么在低速弯速会输给这个仰望 U9，但是在高速弯却可以追回来？那 OK， 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说起，仰望 U9 尾速为什么会落后小米苏七 Ultra 那么多？有人可能会觉得是马力差太多了，因为小米苏七 Ultra 是1548，但是仰望 U9 是1306。但我认为啊，差200来匹，它在一个弯的尾速是不可能差出来将近30公里秒时的。然后也有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一次视频当中，仰望 U9 有没有可能它的动力解锁的不够，比如说限制了一部分动力？因为有很多朋友他看了这个视频，底下有一个数字不断的在变化，然后上面写着1000瓦，然后呢，据说那个数字是仰望 U9 这个车在随时随地的表示它当时在输出的功率到底是多少。但是我看了整个视频啊，它出现的最大的功率数字是892，换算成马力的话是1212马力。虽然没有达到仰望 U9 官标的1306马力，但实际上相差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然后还有人会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车重，但是从汽车网站上面我们可以查到这辆车官标出来的重量，然后小米苏七的重量是2360公斤，然后仰望 U9 是2475公斤。但是大家别忘了，小米苏七 Ultra 那个车是加了80公斤的防滚架的啊，U9 有没有加我不知道，但假定如果没有加的话，它们之间的差距2360公斤加80公斤就是2440公斤，那距离2475公斤没什么差别。而且即便是 U9 也加了80公斤，它们之间相差那么一点点重量，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因素的，可能在其中，但是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那我个人觉得啊，首先我先叠个甲啊，因为我没有开过 U9， 所以以下我说的这些结论呢，只是基于目前我自己已知的一些数据进行的一些推测哈。所以如果我有说错了啊，希望有识之士帮我点出来啊，我们可以友好的讨论，我也好改进，我也可以道歉。我是觉得除了前面所说的重量上面可能有一点点差异，马力差了一点点之外，我觉得可能均衡四电机，前后均衡四电机这个方案可能导致它动力上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吃亏啊。因为大家其实可以查一下苏七 Ultra 的它的后电机是850千瓦，但是仰望 U9 的后电机只有480千瓦，换算成马力呢，它们之间的差距是1155匹对652匹。那其实玩过赛车的人就知道，实际上在赛道驾驶的时候，实际上偏后轮驾驶的车型，它在一些高速赛道或者高速的加速区域的时候，肯定是要更占优的啊。在小赛道可能它们之间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大赛道，你的后轮的电机马力不够，你的整体的马力就是会吃亏。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顶级的赛车运动几乎用的都是后驱车，而不是说四驱车。四驱车呢，越野拉力可以，但是像 F1 啊，各种场地赛啊， GT3 啊， GT4 啊，全都是后驱车，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前后均衡四电机呢，可以是一个美丽的设想，但从仰望 U9 目前公布出来的圈速，可能这个方案对于圈速或者对于尾速什么的还是稍微有点吃亏的。然后第二个呢，可能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它的整个的这个性能还是不如三元锂电池啊，再加上前面所说的那一点马力差异。而且因为我自己开过我的苏七 Max， 在株洲赛道也刷过，就以3号弯为例啊，我的673匹的小米苏七 Max 在3号弯尾速是211，但是1306匹的仰望 U9 在3号弯的尾速只有228，比我的673匹的小米苏七 Max 只高了17公里每小时。但是1548匹的苏七 Ultra 却比1306匹的仰望 U9 尾速高了整整28公里每小时。你想想啊，苏七 Max 跟 U9 差了得有600多匹吧，仰望 U9 跟苏七 Ultra 只差了200多匹，但是它们之间的尾速相去甚远。所以实际上我简单的换算了一下，我认为仰望 U9 它实际表现出来的马力可能没有1306匹
我大概换算了一下，应该是在1000匹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U9 的弯速能领先小米SU7？那首先我们遇到问题，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首先第一点啊，小米SU7 Ultra 它公布出来那个车载，它的那个速度表用的是 GPS 速度。那看过我上期节目的朋友就知道 GPS 速度跟你汽车里面真正的那个仪表的速度它是有差异的，仪表速度是一定高于 GPS 速度的。我们几乎99.99%的民用车上面那个仪表它的速度都多多少少有点快乐表。那我们的仪表速度呢，比 GPS 速度大概要高了7-8公里每小时。然后呢，仰望 U9 它公布出来的那个车载，我不知道它用的是 GPS 速度还是它车机里面自带的那个速度表。如果它是 GPS 速度的话，那它确实就比小米SU7 Ultra 弯速要高。如果只是它车机里面自带的那个速度的话，那它是不是比SU7 Ultra 的弯速要更高就待定了。而且如果它用的是车机自带的那个速度表的话，它的尾速要比SU7 Ultra 要差的更多了。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那个速度表是 GPS 速度还是正常的仪表速度嘛，所以我们现在就以它那个速度表为 GPS 速度接着往下说。那如果它是 GPS 速度的话，那它的弯速确实比SU7 Ultra 要高。那高的原因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可能是开法的问题，因为灿哥他开车是比较喜欢 V 字走线，V 字走线就是一脚重刹进去，然后弯速很低，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就牺牲掉这部分弯速，他就慢慢的回头，等到车子一回头，他一脚电门踩下去，争取每一条大直线的速度。这是一种区别于以往正常的外内外走线的一个开法。电车通常有很多人都喜欢这么开，所以这会造成它的弯速会稍微低一点。那大家通过视频也能看出来，仰望 U9 那个车手他走线就跟那个灿哥有点不太一样嘛，所以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它的轮胎宽度。小米SU7 Ultra 前轮的宽度是265，后轮的宽度是325。仰望 U9 前轮是275，后轮是325，两台车后轮的宽度没有差距，但是前轮呢，仰望 U9 要比小米SU7 Ultra 要高了一个等级，这个在弯速以及抓地力方面肯定会带来一些差距的。然后第三点呢，可能是轮胎性能上面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小米SU7 Ultra 用的是 Trofeo RS， 小米跟倍耐力合作定制的。仰望 U9 用的是佳通 GTR2， 然后是跟佳通合作定制的。这两台反正都是顶级的半热熔轮胎，但具体谁好谁坏我不知道。目前呢，这里只是做一个猜测啊，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接下来第四点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地面温度的差异。因为小米SU7 Ultra 刷圈那一天是2025年的1月17号，大冬天。我问了一下灿哥，他们当天刷圈的温度大概是8-9度，不到10度，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冬天的天气，它地面是非常凉的。即便你用了暖胎毯，它的轮胎也很难能长久的保持那个很高的温度和它的正常的一个工作温度，它反正抓地力会相对比那个夏天秋天就是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那个地面抓地力要差一些。然后呢，仰望 U9 刷圈的天气是2024年的10月31号啊，反正它上传视频是那一天。刷圈的话可能反正是在这之前或者是在当天那就是一个夏天或者秋天的一个天气，当时的环境温度肯定是不会低于20-30度的，所以他们当天的刷圈温度肯定是要比灿哥这个8-9度的大冬天的要好很多的。然后第五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米SU7 Ultra 它毕竟只是基于小米SU7这样一台普通的轿车开发出来的一个高性能的车，所以它只是一个轿车的底子。但是呢，仰望 U9 它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台超跑，它整体的长宽高轴距轮距都要比SU7 Ultra 要更加的性能，它的长度和轴距都要比SU7 Ultra 要更短，所以它在弯里面会更灵活。然后它的宽度又比SU7 Ultra 要更宽，因此呢它的极限会更高，底盘几何也会更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整个的前轮距和后轮距也要比小米SU7更宽。这就好比一个人，他如果站立的时候左脚是这么宽，右脚是这么宽他肯定没有这样站立的人稳，对不对？
这个车子过弯也是一个道理，前轮距后轮距相对更宽一点，它过弯速度就是会更高一些，所以这是小米速七 Ultra 没有办法跟仰望 U9 比的一个架构的原因。仰望 U9 不管怎么说它是个超跑，而且它的高度也要比速七 Ultra 要更低啊，所以这个车就是又宽它又矮，它整个重心确实要比速七 Ultra 要更低一些，这个也是我推测也是它比速七 Ultra 弯速可能要更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低速弯它能赢了速七 Ultra， 但是高速弯却输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因为没有开过 U9， 所以也只能是推测。我推测就是速七 Ultra 它的整体的机械抓地力确实是不如仰望 U9 的，因为刚才我们分析过了，仰望 U9 它是一个超跑的架构，所以它低速弯里面、中低速弯里面，它的整体弯速就是要比 Ultra 要更高，对吧？但是呢，在高速弯，我推测有可能是避震的支撑啊、ESP 的标定啊，或者方方面面的原因，但具体这个真的只能是推测，因为我没开过。不知道，因此呢，我不对刚才说的这个观点负责啊。这个仰望 U9 的粉丝或者是仰望 U9 公司的人，如果觉得我说错了，点名我改，好吧？但是不要告我。然后呢，根据上述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速七 Ultra 这个车，它在地面条件不如仰望 U9， 轮胎宽度也不如仰望 U9， 并且灿哥这一圈还是确实有一点失误的情况下，并且以一个轿车的一个架构，然后对阵人家超跑的架构，但是圈速呢却做到断崖领先领先了5秒1，这在赛车的世界里面都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车了。那为什么两者之间会差这么多呢？速七 Ultra 赢就是赢在了马力上，仰望 U9 如果想找回场子呢，反正依照目前的这个思路，我感觉是稍微有点难啊，因为他们的这个车载视频里面，其实他们这个车手开的已经算很好了啊，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然后呢，仰望 U9 这个车其实平心而论从架构上面来说，它绝对是个好车，超跑的架构用了很多碳纤维，但是到最后很离谱的就是用了很多碳纤维的一个超跑架构的车，却比一个4门的轿车还要重，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呢，从架构和当初的一个设计来说，这个车绝对是个好车，但是最终呢，可能是因为磷酸铁锂电池均衡四电机车重这些东西包括马力太小，导致圈速呢确实是吃亏了慢了一点。反正是有点遗憾吧。那最后呢，我要再次强调一遍，我今天做的这个视频呢，只是基于目前我们已知的仰望 U9 最快的株洲赛道圈速来做的对比所以呢，我这个评论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评论，因为仰望 U9 它的圈速永远都是阶段性的圈速嘛，那我们的评论呢，也永远都是阶段性的评论，对吧？说不定仰望 U9 留有后手呢说不定他们稍后不久又发布一个更快的圈速呢。那我今天这个评价只是基于目前已知的这个圈速来评价的。如果他们以后出了一个更快的圈速，那我今天的评价就是作废的。OK， 所以 OK， 以上就是本期堂主聊车的全部内容了。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